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又回来更新1093 960加2489的 KVK 了。今天主要的重点是在黄庭之战，不过在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边会简单的带过。在外交的部分，一开始1093就有说过，他们不想要在关卡4战斗，并且他们也不想跟1818合作，因为1818的玩家有跟2489有关系。所以合作的王国有包括火阵营、光阵营、水阵营。960与2489方面就有包括土阵营、风阵营还有青木阵营。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在关卡4是没有战斗的，只有最下面的青木阵营还有水阵营是有战斗的。那在关卡4之战，木阵营是输给了水阵营。我第5区域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这边就算是输掉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接下来大家进入了第6区域之后就打温泉了。在打温泉的时候，93因为有人数压制的关系，所以960跟2489从来没有赢过1093。最下面的4个阵营呢，一般来说中间的阵营都是比最下面的阵营还要更强的，所以基本上下面的阵营也是从来没有赢过的。也就是说1093阵营方他们获得大温泉的次数会比较多。接着进入关卡器，在关卡器的时候，在上一个影片有说过了，基本上地图是没有什么变化了，除了下面阵营之外。93跟960保持在僵局的状态下，960只有拆掉93一根旗帜而已。双方拥有的领土是一半一半的，各自也占领了一个门口。至于下面阵营960、2489的盟友木阵营是没有办法突破出去了，已经被光阵营还有水阵营包围住。光和水阵营也是阻挡了木阵营的进攻，所以在下面阵营93的盟友拥有3个门口，然而960和2489的盟友只有1个门口而已。接着正式进入主题，黄庭之战。那么在上个影片中我有说到960跟2489的盟友他们也是只有1个门口而已，所以总计加起来只有2个门口，很大可能在黄庭是劣势的，没有想到是截然相反。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当天开门口之前呢，因为双方的区域是连接的关系，所以93、960跟2489都有提前准备互相交战，就在960要塞这个位置开始打了起来。因为那一天是关卡开放的日子，所以双方的人数全部都已经到齐了。那可以看到93的人数是比起960、2489还要多出更多的，并且93也不是全部玩家都没有买水晶科技的，所以可以看到当他们跟我们交战的时候是直接融化了我们，他们还剩下大量的玩家。只是光靠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93是有那个实力可以打得过960跟2489的，不存在93因为大多数玩家没有买水晶科技而打不过960跟2489的说法。虽然团长是打不过93，但是有开集结过去骚扰他们门口前面正在打关卡的部队，以至于在关卡开放的时候可以看到960是优先拿下门口的，并且你们可以看画面上是多了一个绿色的小标记，也就等于说960是已经放置了旗帜，然而93都还没有拿下门口。在开局的时候960、2489就已经有优势了，接着又连续放了另外一个旗帜是比较靠近93的位置。这些旗帜是专门叫了奥西里斯联赛成员们去帮忙建的旗帜，全部携带提议，并且开了技能快速的建造起来。93拿下门口的时间比较慢的关系，再加上他们没有翻墙的位置让他们建旗帜出来，所以只能看到门口前面开始建旗帜出去。但是由于2489跟960出门的时间比较快的关系，我们的部队已经抵达这个位置了，然而93的部队才到这个位置而已。攻击93的部队拖延了他们建造旗帜的速度，这是当时候的地图走势，你们可以看到960、2489的旗帜是往93的方向走过去的，也因为960、2489出门口的速度快了一点点，旗帜也是快了一点。每当93放了一个旗帜，就被960、2489给盖过，变成93不能往右手边的方向去建旗帜，只能往左手边慢慢退回去。至于盟友的情况，可以看到846，因为他们这里是用翻墙的方式走出去的，可以看到他们是往左手边的方向走过去，并且当时候的情况还蛮不错的，可以看到846这里的旗帜是连续挡着了2个1188的旗帜，包括下面的部分还有要往右手边的部分都已经被846挡着了。所以尽管960、2489还有风阵营只有2个门口，还有2个阵营在黄庭里面战斗而已，但是他们都已经有优势开局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先看一下上面960跟2489的发展。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因为960、2489的旗帜速度会比较快，所以他们是已经盖过了原本93应该要往下走的路线。960、2489即将要从左手边的方向走下去，包围了圣城。也可以看到大量960、2489的玩家已经虔诚进入黄庭了。至于下方盟友的部分，虽然846他们是成功阻挡了1188个旗帜的进展，但是还是被他们第2条路线挡着了前面的去路。不过还好的地方就是风阵营还有安排另外一条路线是从中间走出去的，这个路线刚好是挡着了1188的进路。不过在左手边水阵营还是建旗速度比较快一点，即将要接触圣城了。接着又再过了一段时间，旗帜的进度有慢慢的进展了。
960的旗帜是完全的阻挡了93接触圣城的方向，就算他们的盟友从这个方向建旗帜出去，要碰到圣城都已经来不及了。至于为什么93他们的盟友建旗速度会这么慢呢？估计也是没有想到960可以建旗帜这么快，所以他们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等他们再往前建多一个旗帜的时候，960的旗帜都已经抵达这个方向了。至于盟友方面，风阵营是真的非常给力，他们也是即将要碰到圣城了。坦白说，这个发展比我们预期想象中的还要来得更好。原本想着说只有2个门口的情况下，只能碰到圣城的东北方向而已，没有想到左手边、上面还有右手边都已经有接触上了。虽然风阵营下面的领土看起来比较小一点，但是它的范围比较阔的关系，再加上上面有旗帜，也方便他们从上面还有右手边进攻。这个是旗帜差不多建好之后的情况。本来93拥有一般领土的旗帜，但是因为被960、2489给压制着了，变成他们只能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始建旗帜出去。那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是往下建旗帜，想要去拿下门口。而且我在之前关卡7战斗的时候都已经有讲过了，他们在上面放置的那2个要塞就是为了要从皇庭那边走出去的。还有另外一个要塞就是打算他们拿下了左手边那个门口之后，再从这里翻墙过去，开始在盟友的区域建旗帜，然后从里面走出去。因为93玩家比较多的关系所以他们需要的面积会比较大一点。老实说，一开始93的策略是正确的，拿到更多的领土，让玩家更多的可以去到皇庭，才可以拥有人数优势打败960跟2489。然而他们或许是没有想到960跟2489的进度这么快的关系，就变成他们在皇庭里面的旗帜真的是非常少，而导致成他们不能让大量的玩家全部都进入皇庭，或者是要从关卡那边走出去，兵线太远了，没有办法抵抗960跟2489。不过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其实960、2489还有风阵营拥有的领土其实是比对面还要更少的。在皇庭的旗帜完全建好之后，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身为主力的1093居然旗帜是最少的，甚至比他自己盟友拥有的领土还要更少。而且960他们建旗帜的方向即将要拿下他们的门口，或者是断掉1093的旗帜，所以1093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对策，就是在盟友的关卡器里面丢下了要塞，打算从那个方向开始重新建旗帜，避免自己的旗帜会被断掉。下面的盟友也在进行战斗中，但是比较起960跟2489，风阵营的速度真的是快很多，他们很快的就把敌人的旗帜给断掉了，进攻的速度真的非常快。至于上面1093、960还有2489的旗帜保持不动。到了下一张照片，变化就很大了，你们可以看到光阵营在右手边的旗帜不见了很多，主要原因就是93的盟友光阵营他们在凌晨2点就已经大量的玩家消失了。虽然我这里说凌晨2点好像是很晚的时间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在亚洲时间11点开关卡，凌晨2点他们人就不见了，也就等于说他们只是打了一个扩编之后就下线了。这个情况就对风阵营非常有利，他们开始大量的去摧毁光阵营的旗帜，并且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下面紫色的旗帜也只剩下一点点而已，光阵营已经是没有办法牵成太多的城市进去了，也间接性这个区域的旗帜已经是作废了。至于上方的情况，因为第一天93还是有很积极的在做防守的，所以960跟2489基本上是没有摧毁太多的旗帜。不过960跟2489还是成功摧毁掉了93原本从关卡出来的旗帜，已经是断掉了。又过了几个小时，可以看到上面的旗帜基本上是不动的，但是下面可以看到风阵营是已经拿下了一个门口，这个时候变成双方都拥有2个门口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下面的旗帜突然变成蓝色的，因为原本被封着的木阵营他们找到了突破口，翻墙过去摧毁掉了敌人的旗帜跟要塞。也就是说，尽管木阵营是没有办法进入皇庭参与我们的战斗，但是他们还是在后面掏对方的屁股。风阵营一鼓作气的把光阵营所有的旗帜都拆毁了，全部都断掉了，领土在不断的逐渐变大，顺势的就连下面第2个门口也拿下了。到最后也只剩下紫色跟蓝色的旗帜而已，风阵营也即将要跟960还有2489会合。到了后来93也是选择放弃了，虽然他们还有守护着旗帜，但是旗帜很快都被摧毁。960、2489的盟友风阵营他们是直接把水阵营还有光阵营完全的赶出皇庭，1093也只剩下一个小角落而已。但是直到这样子的地图变化，其实已经经过了1天半的时间而已，甚至还不到2天的时间。
93阵营从原本领土大概有70%左右，变成现在剩下10%左右。不过老实说，93现在拥有的领土其实跟上一季960的领土是差不多大小的，而且当时候93的人数是比起960还要多出了好几倍，但是960坚守了6天。说实话，这场 KVK 我感到还蛮失望的，因为我们这一次 KVK 呢已经是讲好了，只有关卡器跟黄庭有战斗。剩下的时间都是没有在战斗，或者是种田，根本都没有办法遇到敌人。所以我在想着说，可能关卡器或者是黄庭会比较刺激一点。然而在关卡器，93只是防守不进攻，就算进入了黄庭，除了第一天之外，第2天就已经消极战斗了，根本不想要打架。进入了地图之后，等待了30天，出来的结果居然是这样子的，完全没有多少的战斗。当然的，其实主要的问题也不是只有1093而已，还有包括1093的盟友，他们撤退的太快了，休息的时间也太长了。但是也不能忽略掉了2489跟960，他们这一次建旗制真的做得非常好，还有盟友风阵营的进攻速度非常快，甚至我觉得风阵营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领土从这样变成这样，只是花1天的时间而已。拆旗制跟建造旗制其实也是要花不少时间，只能说这一次盟友是真的非常给力。还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木阵营，他们也是有做到干扰的动作，让光阵营逼不得已只能回去防守他们的屁股。不管怎样，最后这场 KVK 的黄庭之战是已经结束了。虽然我在之前有说过这场 KVK 可能是下半年最精彩的 KVK， 但是我现在要收回那一句话了，这场 KVK 其实真的并不是很精彩。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哪些地方说漏或者是说错，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或者是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感谢每一位的付出，我们下个影片再见。